Volkswagen Malaysia 为这个235,990块起的提光 Allspace R-Line 提供了5年或75,000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 免费保养计划，还有5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Warranty 和5年的 Roadside Assistance。那刚刚推出有 IQ Drive 的提光 Allspace R-Line 呢，就是加入了 Volkswagen Assurance Package 之后，是从255,990块起。但是那个只有3年或45,000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 免费保养计划，所以这个车子呢，等同说是比那个便宜了2万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再来呢 ，Volkswagen Malaysia 还为它提供了2.08% 的贷款利息，这个 R-Line R-Line 也是有2.08% 的贷款利息优惠。所以今天这期就跟大家快速的来复习一下这个改款版的 Tiguan Allspace R-Line。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 改款之前的 Tiguan 给人家一种沉默、呆板、不懂得开玩笑的感觉。那改款之后的 Tiguan 看起来更加的年轻、运动化，同时也更加的风骚。作为我们最顶配的 Tiguan Allspace 呢，这个 R-Line 就有 R 的 logo， 就跟 Golf R 一样。然后整台车子用了非常多的 Chrome 镀铬饰条，还有 High Gloss Black 高光泽黑。只是因为这台车子是 Deep Black 的配色，所以你看不出那一些高光泽黑的东西。然后灯光方面呢 ，LED 车头灯有 Cornering Light、LED 日间行车灯，在车头中间这边有一个贯穿式的 LED 灯条。而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黑色会让 Tiguan 的高级感加分不少。这个 Tiguan Allspace R-Line 用的是19寸的轮圈 with Dynamic Chassis Control DCC 悬挂，这边有银色的 Side Mirror， 下面有镀铬饰条，然后整台车子都用了非常多的 Chrome， 看起来更加的高级。所以 Tiguan Allspace 是基于 MQB Air2 平台打造，也就是 Audi Q3 跟 Q3 Sportback 的平台。它的轴距是2789个 mm， 比 Tiguan 长了106个 mm。就体现在它的，你会发现到它的后车门是比 Tiguan 长了一点点的，因为它后面要再多2个人，它是一个5+2的7人座格局。然后这边同样有这个 Roof Rail 车顶架，车子里面也备有 Off-Road 越野模式。车尾造型方面，改款版 Tiguan 就用了 Volkswagen Family 最新的车尾灯设计，你可以在 Golf X 上面看到类似的车尾灯。这边有 Allspace 的名牌，代表是7人座车型。那边有 Four Motion， 就代表它是一个4轮驱动的 Tiguan。那再来呢，这个 R-Line 有一个贯穿式的红色反光板，然后下面整片是 Chrome， 然后这边有4出排气管，不过是装饰用途，因为排气管是朝下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边有电动尾门。我们来看一下，在第3排椅背直立的情况下，行李箱空间的表现如何？你可以放入一个28寸的 luggage， 再加上一个 cabin size luggage， 你的后车尾门都能够顺利的关下来。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不够，你还可以放倒一个椅子，去延伸你的行李箱空间。所以这个时候你车子可以坐6个人，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推下去。OK。但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驾 Tiguan 的车主都是维持这个格局。所以虽然 Malaysia 没有卖这个 Non Allspace 的 Tiguan， 可是如果你要 Non Allspace， 你就把第3排椅背收下去咯。所以你的行李箱空间还是会比原本的 Tiguan 还要来的大这样子啦。那再来下面这边打开它是有这个 tonneau cover 还有备胎的，所以它旁边还有一些储物格啦，所以就空间上是非常的灵活。我觉得 Tiguan Allspace 最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灵活性。像这个椅子呢，它是可以独立的调整 slide 前 slide 后，还有椅背的倾斜程度，你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坐姿。然后你坐上来过后，那如果你现在要去后面拿东西或者要上下车等等，你就拉这个钩，它就可以整片这样子下来。所以有 Top Tether， 它这边是有2个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然后你放上来之后，如果你只是想要伸手去后面拿东西的话，你不需要整片下来，连中间这一块它能够独立的这样子去倒下来，你可以伸手去后面，或者小孩子在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可以爬来前面这样子。所以真的是 Allspace 就是你能够用到全部的空间，包括车顶这边，它也给你一个直顶的储物格这样子。这边2个冷气出风口可以调整冷气的温度，
USB Type-C 的接口和12V 的 socket， 还有 Harman Kardon 的音响，还有 seat pocket。所以这个 Tiguan Allspace 啊，你看，对于身高比较长的人来讲，比较高的人来讲，你可以调整椅背倾斜。我觉得这个是 win 了咯，因为不是每一个 SUV 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在这边。作为一个5+2的7人座 SUV。Tiguan Allspace 的第3排就跟市面上其他的欧系7人座车型一样，第3排通常一般上只是适合给小孩子乘坐，或者是身高比较没有这么高的人来乘坐。我的身高是178cm， 很明显的我比较适合坐在中间那一排或者前面那一排这样子。这边可以给你放手，还有2个杯架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去提升车子的灵活性。改款版 Tiguan 最大的变化就是用了最新的方向盘，这边有 Haptic Touch 的 button， 下面有 R 的 logo， 它是一个 flat bottom 的方向盘，所以抓着这个方向盘就让这台车子瞬间年轻了5年、10年这样子。那设备的话非常的齐全，这边有 9.2 寸的 Discover Pro 系统萤幕，然后里面内建 Navigation， 然后它的这个 11.7 寸的 Digital Cockpit 也能够投影整个 Map 在这边。然后里面有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Wireless Android Auto， 这边全部都是 USB Type-C 的接口，整台车子没有 USB Type-A， 所以充电速度、连接速度等等都可以得到保证。再来，这个像素是非常的轻，音质也非常的轻，因为它有480W 10个 speaker 的 Harman Kardon 音响，你可以透过这边去调整你要 Pure Chilled Out、Live Energy， 甚至你可以选择调整它的 Subwoofer， 因为10个 speaker 是非常的多。然后再来这边有整片的 Haptic Touch 的 Aircon 面板，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2个椅子都有发热椅跟通风椅。然后讲到椅子啊，这个是有12项电动调节的记忆座椅，而且有3个记忆座椅啊，还有包括 Lumbar Support， 所以这个对于你长途行驶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重点是它不是驾驶座而已，连副驾驶座也是电动调整的座椅。再来这个电子仪表板，你可以去选择切换它的 pattern， 它的颜色，因为里面是内建了30个颜色选择的 Ambient Light 氛围灯。所以你买德国车跟日本车最大的差别就是它能够调的东西更加的多，包括它的驾驶模式。你去到这个 Individual Mode 的话，你可以选择调整你的悬挂系统，你要 Comfort、Normal 还是 Sport， 然后你的 Steering 你要 Normal 还是 Sport， 所以你能够更加个性化的去针对车主自己的需求去设定。像是这个记忆座椅，因为你是老公开一个位置，老婆开一个位置，女朋友开一个位置，小孩子开又一个位置这样子，所以买德国车就是可以得到更加好的这个 infotainment system， 都会更加的快，更加的轻，更加的有效率。哇，这个沥水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回去 Eco Mode。So Malaysia version 的 Tiguan Allspace R-Line 采用的是 2.0 Liter Turbo 引擎，搭配 7DCT 的双离合器变速箱。So 大家都知道 Volkswagen 的招牌菜就是 TSI 加 DSG， 但这个不是 1.4 TSI， 这个是 2.0 TSI， 0到100只要 6.8 秒。而车身重量的话，它是1680公斤，对于一个轴距差不多2800mm 的 SUV 来讲，整个配套是相当的平稳，相当的舒服。那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是 Tiguan 的优势，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个最新的变速箱啊，你走这110的时候，它的 RPM 是很低，而且在 Eco Mode 的时候，它有这个Cruising 的功能，就是你的气缸会休息，把你的 RPM 降低到大概不到1000转，可能700-800转而已吧，干110。如果你稍微点一点，也是在2000以下，所以我觉得7速对长途行驶来讲，你的 RPM 更低，燃油效益更好。如果你是从来都没有开过 Turbo DCT 的 SUV，你一开始驾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适应它，因为它不像 NA 车这样子，你一直要踩很大力 ，RPM 拉到很高转，你大概在1500 RPM 起就能够 generate 有350个牛车米的，所以它是220 PS 350牛车米的，你也可以叫它是一辆7人座的 Golf GTI。I mean 就这个动力数据来讲啦，220 PS 已经算是相当的够了的啦，对于很多人来讲，
当你去到 Sport 模式的时候呢，它的变速箱也会变成 Sport。猜。Tiguan Allspace 是一个在 Highway 驾起来非常稳的 SUV， 它不是市面上的日系 SUV 可以跟它 fight 的。这个底盘调教的功力的确是 Volkswagen 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它不是硬的嘛，它是一种 confident， 一种自信，而且它的 body roll 是完全是可预测，是 predictable 的。所以整体车子的做工用料，它的刚性，你在驾驶起来的时候，它都会给你满满的信心。我记得我之前在德国 Autobahn 就是没有限速的 Highway 开车的时候，每一次在 Fast Lane 总会有Tiguan开着，可能是200，超过200，在 Fast Lane 上面奔驰。真的，你去过欧洲开车，你就懂Tiguan在欧洲绝对是一个能够在 Fast Lane 上面为所欲为的一个 SUV 来的。所以 Volkswagen Tiguan 它是 Volkswagen 家族里面最畅销的 SUV。那它除了是最畅销的 SUV 之外，它也是 Volkswagen 最畅销的车款。它在很多国家的总销量甚至还多过 Polo 跟 Golf。Can you imagine that？所以 Tiguan 啊，对于 Volkswagen 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车型。我们现在开着的这个 Tiguan 呢，已经是经过了升级、再升级。我现在一上车 ，Wireless Apple CarPlay 我根本都不用连接 cable， 东西全部都在这边。然后弹指之间，你就能够去切换车子的驾驶模式，你知道吗？你要去 Comfort Mode、Sport Mode， 你要怎样选择都可以。那这个车子它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 Highway SUV 啦，所以当你的路况比较烂、比较怎么讲、比较不 stable 的时候啊，它的路感会比较清晰、比较明显，所以可能你要把你的 DCC 选择去 Comfort， 你就会比较 OK。那你叫 Volkswagen， 不管你是 1.4、2.0， 你要个车踩，你抓好那个节奏，抓好那个 kick。然后你给它一点点时间，一踩，哦，它就来了，真的是越快越爽，越快越稳，越快越有信心。跟 Tiguan Allspace 1.4 Live 和1.4 Elegant 不同的是，这个2.0 R-Line 的 Tiguan Allspace 呢，它是有 4Motion 的4轮驱动系统，所以你在雨天湿地上面的抓地力真的是，你在欧洲冬天的时候，德国、奥地利就是阿尔卑斯山脉附近，你一直都会看到Tiguan的出现，因为它的 4Motion 能够让你应付各种不同的气候，哪怕是最极端的气候，它都能够去 handle。这种有经验的大厂，他们调教出来的 steering， 它的转向底盘的功夫，真的不是随便一个车厂可以去模仿、可以去复制、可以去跟它 fight 的。这些东西很多东西你可以去 fight 啦，然后你做一个引擎比 Volkswagen 有力。可是我们讲到 ride quality， 你在驾的时候，你在摆的时候，有时候你不需要去看什么 specification 的，你只要摆2个弯，你就知道这个车子，你完全感觉不到它是一个7人座的车型。5+2 的一个7人座车型，它驾起来，而且我觉得它 turning radius 非常的好。虽然它的轴距没有到什么2900、3000 mm， 但是你要油灯在一些很狭窄的地方的时候，它是弯得过的。所以小有小的好，小有小的巧。踩，很饱满。我驾了整个星期下来，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子去踩它。你不需要，因为你只要轻轻的点，你就会觉得那个动力是 step by step， 一点一点，你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它给得到你，所以你不需要每一下都踩到很准，它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因为当你知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一直去使用它，所以它的境界完全是不同啦。我们讲这个Tiguan Allspace R-Line 来讲，那之前每一次我介绍Tiguan，我都会讲它最大的这个不足就是 IQ Drive 嘛，就是 Adaptive Cruise Control、Blind Spot Monitoring 等等。那现在 Volkswagen Malaysia 也为 Live、Elegant
R-Line 提供了这个 IQ Drive， 里面包括 Adaptive Cruise Control、Side Assist、Front Assist 这些东西，之前没有，它都加给你。但是我现在加的这个就是属于 Non-IQ Drive 的版本。那 Volkswagen Malaysia 也提供了5年或75000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如果你是买到最新的，即便你加了 Assurance Package， 你也只能够拿到3年或45000公里的这个Service Package 这样子啦。Volkswagen Malaysia 为这个Tiguan Allspace R-Line 提供了5年或75000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 免费保养计划，还有 2.08% 的低利息优惠。Altima R-Line 也是有 2.08% 的低利息优惠，欢迎到 website 去查询你邻近的 Volkswagen Showroom， 还有没有这个Tiguan Allspace 的存货，或者是一些详情都可以去问他们。那我觉得这个Tiguan Allspace 的确是在 Malaysia 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5+2 7人座车型，特别这个 R-Line 呢是 2.0L Turbo 7DCT 220 PS， 里面有 Ambient Light， 有 Harman Kardon 音响，然后有12项调节的电动座椅，还有非常灵活的这个第2排座椅，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一款，特别是现在又加了这个 IQ Drive， 不过跟这个 compare 的话，你要给多2万块，所以这个也就是这台车子它一个最大的卖点啦。现在来讲，但它还是有车道偏离警示，还有 Steering Vibration 的功能Apple CarPlay Wireless、Apple CarPlay Wireless Android 都在这台车子上面都找得到。所以预知更多详情，欢迎上到 Volkswagen Malaysia 的 website 去了解。我是戴主义，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那最后我还是要再强调，其实这个5年75000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 是非常划算，它可以为你省下不少钱，因为它的 Service Interval 是15000公里，所以75000除以15000，大概你可以 Service 5次，但这第1次、第2次、第3次、第4次跟第5次，它也帮你 cover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让车主在这5年里面又有5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Warranty， 又有5年的 Free Maintenance， 你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开这个Tiguan Allspace R-Line。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